们的鼻子如果是歪的，很难得财富。棺材都站偏了，你怎么可以赢呢？什么棺材？人死后的棺材。人说的吧？我们看相是看坟，发际线很低，长了很多的头发，穷得不得了，眉毛断了，有老爷子在女力卧榻，很好，人家贵妇，把玻尿酸，算他的耳朵，他给我说的耳朵洞里面，哎，很乖巧。第一次听过，呀，这个不能播，不能播，这个可以播。只要你是让我揭秘。西元封地生，起盘的真的是虚见害，是天罗地网。这些人呢，自愿去修佛的，一尘脱俗啊！大家好，我是道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子耀老师啊。我发现呢，进入九紫离火大运以后啊，大家对于美更有追求了。我前段时间呢，还刷到了一个医美的广告，他说，不仅让你整得更好看，还能根据面相学帮你整成一个聚财的面相哦。那我就很好奇了，如果真有这种事情的话，怎么样的面相才是一个财相呢？中国人呢，其实不建议，就是我们传统文化不建议我们去整形的。不建议去整形。对啊，因为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，这个人为的做一些医美啊，对啊，医美，那么有没有用呢？其实实际上如果做得很好的情况下面，它也有用，叫后天改变嘛，就像我们做风水一样的。但是很多人现在，比如说女孩子呢，会把那个鼻子做得比较高啦，挺啦，然后把它这两边的肉要把它削掉。对，所以你看，整完鼻子的女人桃花运很好。但并不一定有钱，不一定有钱，遇到渣男是吧？所以但凡是做了整容来找我看风水的，八字都不用报，就是他情感坎坷。我们有的时候女人觉得桃花运好了，好像很多人追我，就觉得我们的感觉还不错。对，实际上有可能是个坑哦，因为财运是不符合我们的这种审美的，因为要大鼻子。我们不觉得成龙长得帅是吧？对，成龙但是有财富啊。对，但是鼻子大，鼻子很大呀。对啊，成龙原来也一直都不红啊。对啊，到最后为什么突然红了呢？因为袁和平让他去拍那个蛇形刁手。没错。你教我什么功夫啊？蛇形拳是吧？拍蛇形刁手的时候，就像原来的导演给他介绍说成龙不行啊，有一个叫金童的人比成龙好10倍，你用他就好了。对。袁和平说我就要用他。对。贵人来了，那不就是改变他的命运喽？对。原来功夫一样好，拍的还认真一些。是。拍的可能更好，就是不卖座。对。拍了一个蛇形刁手，拍了一个醉拳，然后的话爆了，全世界的这个功夫做完了，什么说理去？没人东西说理啊。对，这是命。对，你说他鼻子不好看啊，但是有人有他那么红吗？对吧？如果整容把他的鼻子整得好看一点，完蛋了。没错，是吧？他可能就没这个运了。是的，对。真正的这个咱们夫子的独传的秘籍当中，有没有教过我们怎么看面相？怎么跟老？当然有，没有人像我们这样看。我们看相是看坟，看坟，就是脸部是看是坟地。对，这个真的是全网第一次。是啊，没有见过，没听过，没错。既然是坟，那么我们的鼻子就是棺材。有一边低，对，有一边高，对，它有点翘起来的。翘起来，是不是像鼻子？没错，翘起来的。对。然后的话，棺材的前面，它是不是这个圆形包着的？对。它像不像一个鼻子的两边的鼻翼？对，就像两边的这个财帛宫嘛，就是拱起来的嘛。财帛宫的封起来的，对，有没有像？它是一个这样子包裹的，然后它是翘起来的，它就是一个鼻子。对。比如说我们的鼻子如果是歪的，一个人很难得财富。就是这样子歪的。对，你的棺材都站偏了，你怎么可以呢？哦。所以首先第一的鼻子要周正，不偏不急，居中。对，居中。这个鼻翼很厚重，肉很多，你可以存到钱。老师，也不是我这个行不行？稍微弱一点的。好像弱一点，所以你就要让它带一点了。然后把鼻孔搞大一点让它鼓起来。那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比方说有些人，说刘德华是鹰钩鼻，因为他这个地方好像垂下来了嘛。那有一些人，他是不是真的是可以通过他的鼻子能看出来他的这个性格啊、好坏啊等等之类，会不会真的会有影响？因为我的鼻子它是有一点点往上翘的嘛，就不是那种尖的嘛。是，对啊。我们就是在面相里面，比如说我们有鹰钩鼻，鹰钩鼻的人主要是说，比较阴险啊，对啊，阴险心狠啊。对，刘德华这个人你可以看得到，他不是对别人很阴险，他是对自己特别的自律，所以你要看到他的狠劲是用在别人身上，对，还是用到自己身上，所以你看到他那个鼻子，觉得他是很阴险，但是如果你配合他的五官，你看他的眼睛很好啊，
对，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啊。对。然后他的下巴也很好啊，所以你看他又没有桃色行为，没有绯闻了，没有绯闻，没有负面的，没有什么负面，没有任何的不良的嗜好，对，没有不良，又不赌又不嫖，是不是？一辈子洁身自好，所以他这个面就是极致的对自己的人，自律。如果你要看他的那种，他有点六亲无靠。就是他刘德华的面相其实六亲无靠，上靠不了父母，中靠不了兄弟姐妹，对，下靠不了子女，所以他是一个六亲无靠的面相，靠自己打拼，靠自己，所以他不能以偏概全，不能以偏概全，因为我们是有五官的嘛，鼻子就是棺材，我们的嘴巴，就是水口，水口是什么意思？水口就是你的坟前有没有见水啊？哦，就是坟地的前方有没有池塘啊、河流啊这些？所以为什么有一句话叫“男儿嘴大吃四方”？男人嘴大吃四方，这个就有听过。有听过吗？听过。所以男人鼻子长得好，配合一个大嘴，这个男人有财运。水就为财呀。大鼻子大嘴。大鼻子大嘴。那我们的下巴就看明堂。明就看外面的明堂了。看远处的招山呢。远处的暗山呢。所以从一个下巴里面可以看出你的子孙后代。就是后人的发展，对后人的发展，祸福吉凶。那老师，这个下巴是这里还是整个面部？下颚线都是。腮帮都算，都算是后人。后人。明堂。左边的颧骨，代表青龙。青龙。右边的颧骨代表白虎。白虎。是。然后呢，我们的眼睛和我们的眉毛、额头，这个上半部分，对，这就靠山了。靠山。就是这上面长得好，就是靠山比较好。这是我们的靠山了。天庭饱满了，看起来苍劲有力了。苍劲有力啊！老师这个形容有点特别，我们怎么去理解苍劲有力的天庭？就现在，比如说很多年轻人耍帅是吧？对。然后把前面的刘海留起来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遮住啊，或者遮刘海是不是？对啊。然后你就判断他的财运就不太好。所以有一句话，要想混得好，头发向后抖啊，就一定不能够让你遮盖你的那个。遮盖我们的印堂，对，印堂、额头。比如一个发际线很低，又长了很多的头发，你就知道哇，你们家里面很惨啊，很苦啊，穷得不得了。然后你小时候也没读多少书，然后直接可以批。文化不高，人生坎坷。因为你的那个靠上面杂草丛生嘛。就像你们的坟地，很多年都没有去扫墓了，他怎么能保护你呢？杂草多，杂草丛生呢。没有人给他扫墓，杂草丛生的，你就知道他后人不忘了，或者是吧？那你看到你的这个点上这个杂草丛生的，那你就知道。你的祖坟没有给到你力量了，然后呢，你的代表你的父母没有大的出息了，所以你就六亲无靠了，你就没有帮助了，没有靠山了，对。然后我的眉毛、我们的眼睛是配合我们的颧骨来看我们的沙，就我龙沙沙水相嘛，就是看有没有重叠，有没有一层一层的环抱过来。眼睛的我们的有两个财库，就在这个我们的眼点位置啊，是不是那种卧蚕？卧蚕，真的卧蚕，而不是假卧蚕，不是眼袋啊，不是眼袋，不是眼袋。女命的人卧蚕很好的话，能嫁一个贵妇。所以如果你有眼袋卧蚕，又鼻子很高挺的话，可以直批你将来嫁贵妇。就女性。对，那么嫁贵妇的话，就会嫁一个稍微年龄比你大一点的，年长的，照顾你的，年长一点的。对。如果男命呢？如果男命卧蚕呢？男命的卧蚕也是一样的，也是一样，也是找个老婆，他是靠自己的，靠自己。男人不要靠任何人。男人要靠自己，所以这个是重点了。女命就是有卧蚕，但是打玻尿酸行不行？应该很少人去整一个卧蚕吧，就是你是什么样的点，那就是什么样的点。其实实际上我们的面相一直都在改变。对，每时每刻。年轻的时候我们叫眉清目秀，对吧？对。老了以后叫慈眉善目。对。所以中国人讲相由心生，它是根据你不同的运程、不同的流年、不同的大运，然后的话，你的面相就会发生变化。它一个地方是管了多少年？对。那么耳朵是1到7岁。耳朵是1到7岁，看耳朵就是看左耳。男命看左耳，女命看右耳。女命看右耳。男左女右。对，1到7岁。所以你怎么知道这个孩子听不听话？他1到7岁的时候，然后的话，你叫他过来，然后你拿手指头去摸一摸耳朵，伸他的耳朵。对。你说，如果他给你伸，他给我伸到耳朵洞里面。他给你伸，然后你这个人很乖巧。就听话。他听话。如果他，不要伸我，不要搞我，不要搞我，你
就这个叛逆了。他就是1到7岁，他就会很叛逆。哦，这个方法我第一次听过，也是独门秘籍。他就不听话。嗯，左耳如果很贴，如果很贴，孩子天资聪明了。哦，有天分。那耳朵是长起来像招风耳，这样子。他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呢。就不听你说话，什么都不听，你就不要看面，现在没用。你就看耳朵。7到10岁就看右耳。7到10岁看右耳。因为你知道吗？1到14岁之前，他都是你听不听话。对。能不能老实读书啊，听家长的话？对，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完整的独立的意识形态。对，他是在吸收的过程中。所以如果1到7岁不听话，7到14岁不听话，他就决定着后面的命运体系了。那14岁后面呢？额头14岁到我们的15岁到20岁，我们就看天庭了。15岁到20岁看天庭，是不是饱满的？对，如果你天庭饱满，这个人印堂高照，然后你这个人读书非常好，年少的是有为，就20岁的时候，20到25岁，20到25岁看左边眉毛，25岁到30岁看右边眉毛，男女分吗？反过来，男女分。然后30岁到35岁看左边眼睛，35岁到40岁看右边，40岁到50岁看鼻子，50岁到60岁看嘴，60岁到70岁看下巴，然后70岁到77岁又看耳朵，又看耳朵，它是一个循环。对啊，70。所以你看我们老了以后，还要看你是不是耳聪目明。就是如果一个70岁的老人还听得清楚，还能够看得见，就好命啊，身体好。对啊，所以，道元老师一分析这个我们每一个器官呢，大家可能要回去对照一下自己的年龄嘛，因为大家的我们的年龄层可能是有一个差距。是。那比方说像我吧，就还是拿我做例子。那我现在应该是左眼吧，左眼刚才记得是30到35。30到35岁。那比方说我的左眼，我现在判断，那我这一个5年是怎么样的一个运程呢？那我看你的左眼对不对？对。你看你左眼有受伤。左眼这个地方是吧？对啊，你看有一点点。有坑。对。是吧？对。有坑。那你就知道事业很顺利，财运受阻。就做的事多，赚的少。对。那你右眼，你看你右眼就很光滑，是不是？对。右眼就没有坑。对。就35岁以后，35到40岁。那么你的财富指数就会高啊，因为卧蚕也有，财库是有，对，所以你为什么我们的五官不能被破坏？你看有的人啊，比如说在20岁到25岁的时候，左眼你的眉毛断了对，那你就有可能有劳逸之灾啊。劳逸之灾。对啊，因为中间给你断掉了呀。对，就突然之間戛然而止，就戛然而止呀，坐牢了，就坐牢了呀。所以我们就要看我们的点上的东西不能被破坏啊。其实道元老师这一个，我其实在这个眼皮上面其实是有痣的。以前20出头的时候就遇到一个风水大师，他就说，这个地方有个痣不好，然后我就想，这个老师说他因为50、60岁了嘛，也很大年纪了嘛，那我就不如去点一下吧。而且那个痣的颜色还不一样，我之前那颗痣是蓝色的还不是所谓的黑色的痣，那有什么讲究吗？那个痣？蓝色的痣和黑色的痣，那都是痣嘛，有什么讲究？但就是它长的地方，它不要长到不好的地方嘛。对，如果长到眼皮上面，这个痣代表什么呢？那也会是受阻嘛。也是受阻，所以他让我点。但它是受阻，它不是一个坑啊。所以年轻的时候呢，没有认识道元老师，被神棍坑了是吧？就点了一个坑出来。不过呢，35岁我认识了道元老师，我35岁以后就好了，OK 了，因为我刚好。还差1年嘛，是吧？也差不多就是。所以我们看你看你的右眼很平滑嘛。对。没有受任何的这个伤害。对。但是今天你看到我们现在整容呢，我跟你讲，自己要给自己的眼睛给它嘎了割双眼皮啊。对啊。然后人为的给自己造成坎坷。没错。是吧？所以有多少人，这个是通过整容以后，他财富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？对。没有的。对，我们不提倡整容，但是有一种整容呢，就留胡子留胡子也是不是一种？那当然了，如果晚年运不好，你就留胡子了。留胡子，那有什么形状的要求吗？一般的情况下面不建议男人留胡子嘛。就父母在，是不留须的。留胡子不留须。那么，除非你属羊。我属羊。所以他就可以。我属羊。属羊的人就是因为我属羊。属羊人可以留点胡须，因为男人如果父母还在的时候，你年龄还没有超过50岁的时候，如果你留胡须，叫做衰相。
哦，到4、5岁的人就可以留胡子留了。胡子了。对，他留胡子对后代子孙会有好处啦。就举例，你在所有的这些祖先的面相上面，没有看到哪一个男人的形象是不留胡子的。对，包括神像啊，道观里面的神仙的那个壁画啊，所有都是有胡子的。所有，为什么胡子？对，就是福泽子孙后代。哦，胡子，福泽子孙后代。对，有一个谐音寓意。OK， 所以我们要把胡子留起来嘛。所以你看道家的神仙也是，你看，对，个个都是仙风道骨。仙风道骨。仙风道骨。但年轻的时候绝对不留，父母在不留。没错。对，除非你属羊。除非属羊。所以我相当于我误打误撞，还办对了这个事儿，是吧？因为我会觉得，我有个这个习惯，就是时不时摸一摸，就是思考问题嘛，思考问题摸一摸。就比如说，风水就不应该留胡子，他要刮点胡子，他就会好一些。他把胡子留了起来，就风水老师他不适合留胡子。对，但这个不能播，不能播，可以播，艾特一下风水，你就不太适合留胡子。这个就不能讲。对，我觉得没关系嘛，大家各门各派，就是一个讨论交流的一个碰撞嘛，是吧？和光同尘，对，和光同尘嘛，我们就按照我们的学术、我们的体系去聊，我觉得都没问题的，因为我们是学术交流，不代表任何的这个语言啊、攻击啊、恶意啊，仅代表我这一派。对，所以因为你也没看到过，所以我今天觉得就只要你是让我揭秘。那必须的嘛，我们要做 YouTube 上面唯一的，别没听过的。就是我给你做几档节目以后，我发现我所有东西都被你掏出来的。不会的，你是掏不完的，就没有秘密了。你是掏不尽的啊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的。那所以说，那我们这期节目也讲了很多了。然后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。那如果喜欢面相类讲解的这个朋友们，可以记得关注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后续呢还会继续讲解面相相关内容了。我们今天只是开个小头。对。那如果说有一些问题的话，可以添加我们屏幕下方的 WhatsApp， 然后去联系我们道元老师的助理，去与我们去做深度的交流和学习。是。对。那好，我们感谢道元老师的时间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，拜拜。